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袁冰妍新剧《祝青好成黑马》，仅8集收视登顶，女追男剧情太意外，精彩，太精彩了！一部22集的古装剧，开播1小时马上冲上爱奇艺影视剧飙升榜第1，来势汹汹。这部《祝青好》改编自小说《我的锦衣卫大人》，才22集，为何能轻易拿下飙升榜第1？女主袁冰妍凭借琉璃楚玄机一脚迅速蹿红，男主郑业成古装剧美男子之一。这次霸道刁蛮郡主疯狂追爱冷峻锦衣卫的故事，不是男追女，而是女追男，这是什么神仙剧情？首播我直接傻了，评论区破千，几乎都是好评。难道这部剧有什么魔力？看了第1集，离大谱，霸气郡主怒扇姨妈巴掌，冷面锦衣卫飘逸机拿凶犯。紧接着第2集、第3集，完全看不够，脑子里到现在还是袁冰妍一袭红衣酒醉时的迷离画面，那勾人的眼神简直太美，这剧太上头了。开局入戏，醉酒郡主一眼看上冷峻锦衣卫大人。看介绍，刁蛮郡主爱上冷峻锦衣卫，难道又是男女间的虐心故事？看完第1场戏，显然没有。郡主刘玲生日，岂不料姨妈路王妃亲临送礼，没想到郡主一脸不屑，第1句话不喜欢，簪子随手一扔。好家伙，这郡主够霸气！下一幕，姨母威胁郡主，还打了郡主一巴掌。观众一看，这能忍？果然不出所料，借换衣服，随手就把一巴掌打回去。果然够拽，有点意思。这边女主上演亲情大戏，那边男主出来了，一袭红衣精灵卫，眼神犀利，杀手称他冷面阎王沈毅。废话不多，直接抽刀开打，精彩动作戏绝了！这打戏，这服装真的惊艳。好了，郡主喝着闷酒，杀手与男主两败俱伤。正片开始，二人屋内相见，酒醉的郡主撞见了受伤的锦衣卫大人，不仅撩上了人，还直接上手，讲了句本郡主很喜欢。好家伙，这是看伤了。没找到，锦衣卫大人突然醒来，反手就扑倒郡主，这剧情发展太快。然而这次不算完，这边沈燕刚走，那边郡主就把玩着令牌，满眼都是小心思。看到这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什么叫女追男，这也太猛了。看来这部剧真不是简简单单的古装爱情剧，高高在上的郡主花式追爱冷峻锦衣卫统领，这剧有多甜，想都不敢想。袁冰妍饰演的刘玲，皇上亲封的长乐郡主，刁蛮霸道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年方20，舅舅宠她，哥哥宠她，唯独对自己的姨母看不顺眼。姨母逼婚，却被狠狠打脸，直观诠释了我的婚姻我做主，没遇到真爱，我谁也不嫁的思想，霸气十足。而郑业成饰演的沈燕，江湖号称冷面阎王，一张英气逼人冷峻的脸庞，身穿红色飞鱼服，手持惊风刀，威风凛凛。难怪郡主一下子就看上了锦衣卫大人，这么英俊帅气、武功高强的男人，换那个女人不心动呢？都说女人一旦狠起来，比男人都狠，当然在爱情上也不例外。这边沈燕发现自己的腰牌掉了，来找郡主。那边郡主被罚，正伤心着呢，没想到好事就送上门来了，跳窗进屋，结果狠狠地被郡主推到桌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。但沈燕回过神，一用力，男女就换了个位。正当郡主满心期待的觉得沈燕会做点什么，结果一把推开，说是来讨要腰牌，还点了穴搜身。这男人太不懂事，但是郡主喜欢。这样的剧情看着才有意思。
女追男助清好太有趣，迫不及待地想看郡主刘伶如何施展36计俘获高冷的沈大人。2. 看袁冰妍施展36计，郑业成笑而不语，拿捏得当。女主彪悍的画风让人惊喜，男主高冷的性格又让人觉得意外，一冷一热，完美搭配。当然了，这还不够，光是人设就让观众深陷。当然忽略不掉的还有袁冰妍的虎。先说袁冰妍，她饰演的郡主刘伶可不是一般的傻白甜，那是真正的霸气侧漏，自信十足。怒对自己姨母不说，一眼中意沈炼，更是大胆追逐，眼神之中就透露5个字：你是我的人。别说第2集，这位高调郡主就开始了她的追夫记。回京城的路上，郡主设计巧遇沈炼，用腰牌作为条件，让沈炼护送。谁知沈炼不吃这一套，然而刘伶把腰牌往胸口一放，无奈沈炼只能答应。这招欲擒故纵玩得真棒，就连沈炼手下都说，大人这次被一小丫头给摁住了。下一幕，令沈炼没想到的是，郡主的侍卫早已在他的落脚点等候。看到郡主的笑容，我知道沈炼又被拿捏了。不过更劲爆的在后面，沈炼出门，刘伶和婢女跟在后面，谁知遇到了蛇，下一秒就被沈炼给救了。但郡主可是以此为借口装晕，直接抱着沈炼。随后到了晚上，郡主又心生一计，雨夜出门，没想到这个沈炼又被拿捏了。我想说，郡主你太勇猛了。看到这，你不得不佩服一个动脑子的女人，真是被袁冰妍的霸气给吸引了。那小表情，纯一个猛女。那长乐郡主刘伶到底有多虎？别提了，沈炼被郡主的操作一下都不敢出来见她了。但是恋爱中的女人最无脑，先是给锦衣卫的小弟们下药，结果自己却悠然地躺在椅子上，把厕所门给堵了。锦衣卫将士一个个肚子疼得哭爹喊娘，对郡主可是百依百顺，但郡主只提一个条件，见沈大人。而后郡主便离家出走，没办法，为了郡主安全，沈炼只能暗中保护。但他低估了郡主。大街上，沈炼刚寻回郡主，自作主张拉着郡主回营，这下好了，戏精上身。郡主当着百姓的面，在大街上说：“沈炼，你抛妻弃子。”这下完了，沈炼有苦说不出，完全是着了郡主的道。还没完，晚上客栈，郡主直接给沈炼下药，不过郡主可没做出格的事。然而刺客来袭，郡主被抓，沈炼为救郡主甘愿跪的并被刺伤，二人纷纷跌下悬崖。这下感情终于升温，这下沈炼反客为主，要拿捏郡主了。一个把喜欢的人变成喜欢自己的人的女人，这郡主真的太厉害。要说袁冰妍演技真的是惊艳，她的霸气，她的刁蛮仿佛与生俱来，眼神里满满都是戏。这样一种女主剧本是观众希望看到了，不是非要虐才能在一起甜甜蜜蜜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当然，郑业成的表现可算是惊艳了，每次都在剧中饰演美男子的他，这次毫无例外的再次刷新了我对帅的认知。初登场，一身红色飞鱼服，一顶官帽，对不起，帅惨了。举杯，与杀手喝茶；抽刀，与杀手对打，一招一式，动作干净利落，眼神犀利，一股子凛冽的气息透体而出。这次的金陵卫沈炼，郑业成演的张弛有度，看似一脸冷峻，生人勿近，但怎么一遇到郡主人就蔫了？天天被郡主刁难，每次被郡主近身，总是板着一张脸，死鸭子嘴硬。怎么躲在屋檐上偷听郡主讲话，嘴脸还露出神秘一笑？进屋要腰牌，结果被郡主推到桌边。你反客为主也就算了，后面点穴搜身，要说心里没有点想法那是不可能的。当然了，救郡主、抱郡主、牵郡主的手，要说不喜欢郡主，
对不住，我不相信。郑业成成功演绎了什么叫做话不对口，嘴上说一套，手上做一套。在侯爷府，刘玲在示爱沈燕后，又不自觉地往沈燕身上贴，却没想直接摔倒了。当然，沈燕接下来一句“今晚我来找你”，估计让郡主心里乐开了花。一代冷面阎王，金陵卫统领，终于要在郡主的36计之下屈服了吗？好吧，这剧情也太甜了。当然，这才第8集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甜度爆表。冷峻的沈大人也开始变得主动起来了。上头，古装爱情剧，但一定不要虐心。不得不说，女追男，隔层纱，这是真的。只要胆子大，就不怕追不到手。好剧看了是真上头。男主心直口快装高冷，女主霸气侧漏，又菜又爱撩。袁冰妍与郑业成不仅形象十分贴合原著，颜值更是非常惊艳，二人合作真的太有爱了。当然，这部剧的缺点也是有的，首先就是男主郑业成的配音显得出戏，其次故事情节剪辑有点不连贯，剧情铺垫较少，许多名场面都被删了，非常可惜。古装爱情剧千万不要是前面甜的发齁，后面又虐得要死，老套路完全让观众越看越烦。这部祝清好一共22集，前8集才刚刚看清女主的性格，而男主的戏份还未正式展开。女追男可不是一味的胡搅蛮缠，有脑子，有谋略，才能让追夫之路变得更简单，让剧情变得更充实。看这部剧，心情真的大好。要说一段爱情故事，要是没有起起伏伏，那看着多没意思。但江湖里不是恩恩怨怨，爱情中也不是虐得死去过来，最好希望这部剧不要虐得太狠。古爱剧，观众最见不得的就是男女主互虐，毫无意义，分分合合的剧情司空见惯。霸道刁蛮郡主爱上高冷锦衣卫，不谈身份，只谈爱情，遇见了一定要大胆去追。就像编剧岛屿里讲的，爱是天时地利的缘分，也是机缘巧合的奇迹。就算是小说改编，只要看得开心，就是一部优秀的古装爱情剧。毕竟被虐的多了，还是要看点欢乐的。这年头，正真能一看到底的古装爱情剧不多了。祝清好看完，就想到2个字：上头。